全港只手遮天的黑白两大大佬挤破脑袋，只为了求见我这个破旧渔党的卖鱼佬。红星龙头拿一条街换我一条锦鲤，眼都不眨，和连胜画室人分半个堂口，求我养一条龙鱼，毕恭毕敬。就连警队一哥都托人辗转上门，就为求一缸我养的鱼。所有人都以为我是懂风水的奇人，可没人知道，我养的从来不是鱼，而是这些大佬的命。谁的鱼死了，谁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只因穿进港宗世界的我，激活了气运吊坠。我养的鱼能绑定任何人的气运生死。鱼旺，他平步青云；鱼病，他灾厄缠身；鱼死，他当场暴毙。然而此刻，我对手中气运吊坠的能力还一无所知。我操！这给我干哪儿了？忽然，手上的吊坠金光乍现，下一秒，我竟然来到了一片明亮的空间。空间正中间是一座青色的莲台，晶莹剔透，宛若玉石镌刻而成。在盛开的9片莲瓣中心，有着一些青色的液体，散发着扑鼻清香。一股生命本能的渴望，让我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下意识地伸手捞起了一滴青色水珠，一口吞下。水珠滑入咽喉，我顿时感受到暖暖的热流，确定没有副作用。我心一横，又接连吞了8滴清水珠，一股暖流瞬间传遍全身，我的力气、反应、记忆力全都脱胎换骨。更意外的是，我竟能靠着这枚吊坠精准控制9只鱼虾。随后我翻了一页日记和录像带，终于摸清了这具身体的底细。独生子，有家族遗传性心脏病，父母过世后留了一片渔场，签了西贡地头蛇大傻80万高利贷，渔场被上游化工厂污染的濒临倒闭。还有个只谈了1周的龙套女友方小玲，刚捋完信息，电话就响了，那头传来方小玲清脆的声音：强哥，我接到花街神女的女主面试了。闻言我瞬间坐直，这可是3代金蝉都爱的美女，我不动声色哄她：方小姐，我预感你一定能面试上。挂了电话我就打定主意，原主的女朋友我替她照顾了。刚挂了方小玲的电话，急促的砸门声就轰然炸响。开门一看，正是放高利贷的地头蛇大傻，带着一群凶神恶煞的小弟堵在了门口。明天才是还钱的最后期限，你们来干嘛？大傻往沙发上一坐，翘着2郎腿就放话：你渔场的鱼都死光了，把渔场给我，账一笔勾销。说着就让小弟掏出合同，逼我当场签字。我拿过合同，看都没多看一眼，直接撕得粉碎。滚！旁边的红发小弟见状，抡着胳膊就朝我脸上扇来。可如今的我早已不是普通人，眼疾手快抓住他的手臂，稍一用力就痛得他尖叫连连。随手一挥，100多斤的人直接撞在墙上，动弹不得。大傻脸都绿了，撂下一句狠话：小子，明天拿不出80万，别怪我下手黑。就带着人灰溜溜的走了。打发走放狠话的大傻，我立刻装出一瘸一拐的样子，敲开了隔壁叶贤的家门。叶老板，我把渔场抵押给你，借30万，1个月为期，逾期渔场归你。叶贤一口答应了我的抵押请求，我却执意要带他去渔场实地看看抵押物。一来是堵上穿帮的漏洞，二来嘛，自然是想借机和温美玲多些接触。果不其然，见我脚步踉跄，心善的温美玲立刻伸手扶住了我的手臂。到了渔场，我才知道上游的华氏化工厂早就把周边水质霍霍得一塌糊涂，这也是前身渔场倒闭的根源。可就在这时，我看着水里奄奄一息的鱼虾，心底竟突然生出一股血脉相连般的奇妙感应，我竟然能精准操控它们的一举一动。我心念一动，一条濒死的小红鱼突然像打了鸡血般窜起，直扑温美玲的手心。她吓得惊呼一声，下意识往旁边闪躲，正好跌进了我提前张开的臂弯里。我抱着她轻声安抚，温美玲耳根瞬间通红，连撑过的语气都软了下来。除此之外，我还有个更惊喜的发现，只需1滴清水珠兑进水里，就能让普通鱼虾瞬间暴涨5倍不止，肉质更是鲜到了极致。原本打算卖掉渔场抵债的我，瞬间改了主意。这哪是烂摊子，分明是个取之不尽的聚宝盆。可聚宝盆再好，也有个绕不开的致命障碍，就是上游华氏化工厂的老板华新武。他明面上是化工企业家，背地里却是个心狠手辣的大毒枭。不把他扳倒，我的渔场永无宁日。想通这一点，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赶往警队刑事总部的毒品调查科，盯上了背景干净，一心想靠实际证明自己的新任女警高希璇。我拦住他，开门见山：高警官，我是来举报白面工厂的，里面保守有几百公斤货。9楼雅间里，高希璇立刻追问我：你有没有实质证据？我只有一个条件，明天你先帮我摆平上门催债的高利贷，我立刻带你去白面工厂，保证让你人赃并获。他愣了愣，权衡片刻后，最终点头答应。好，我答应你。1顿饭的功夫，我凭着得体的举止和恰到好处的风趣，和他熟络的像是多年的好友。第2天一早，大傻果然带着一群小弟准时堵在了我家门口。看到我手里只拿出30万的支票，当场就破口大骂：30万？你打发乞丐呢？今天拿出80万，别想好过！我只还本金，你不要，那这笔账咱们就慢慢算。话音刚落，一群染着5颜6色头发的小弟就一拥而上。可如今的我早已脱胎换骨，3两下就把他们全部撂倒，还趁乱顺走了大傻藏在怀里的手枪。就在大傻恼羞成怒要动狠手的关头，高希璇带着警员准时赶到，我立刻顺势告状：高警官，这群人强闯民宅，我要报案。大傻看着高希璇掏出的证件，脸瞬间白了，只能捏着鼻子收下支票，撕了欠条滚蛋。顺利摆平了高利贷的烂摊子，我立刻带着高希璇去踩点白面工厂。他刚要打电话给组里上报具体位置，
置。我立刻按住了他的手。你们白面调查科里有间谍，具体地点先别上报。他当场就呆住了，耳根却因为我的触碰悄悄红了一片。我让他先把线索上报给他的组长韦世乐，自己则孤身一人提前闯进白面工厂布局。我先是放了一堆蛇，搅乱全场，一拳打晕了守门的小弟。闯进去后3、2下就打翻了所有打手，就连全剧最能打的外籍白面师傅都被我一脚狠狠踩在了脸上。我用枪顶着他的脑袋，逼着他给华新武打电话，谎称抓到了冯老大的亲信，把急于灭口的华新武骗到了早已布好局的工厂里。别动，我胆子小，谁动我就开枪。华新武见状，立刻换了副嘴脸，开始画饼。年轻人出来混都是求财，这场子我分你一半，咱们一起发财。我装作异动的样子，跟他来回周旋。等他亲口认下所有白面贩毒的罪行，才慢悠悠掏出正在和高希璇通话的大哥大。高队长，都听到了，还有多久到？华新武脸色巨变，我当即一枪打中他的膝盖，冷喝着让所有人抱头蹲下。5分钟后，警车呼啸而至，人赃并获，这起大案顺利告破。顺利捣毁白面工厂后，我回到家刚躺下，锁骨处的莲台吊坠突然传来一阵滚烫的热意。我冲到阳台一看，只见天空中掠过一缕缕金色气流，正源源不断地被吊坠吸了进去。等我再次进入莲台空间，整个人直接愣住，原本只有10几立方的狭小空间，竟直接扩成了豪华别墅大小，还多了一整个篮球场大的临水池。莲台中央更是多了一滴泛着金光的菱形水珠。临水池的水虽比不上清水珠，却远胜世间所有海水，正好用来养鱼。可那滴金色水珠却让我莫名生出强烈的不安，没敢贸然触碰。我本以为是行善积德，能触法生己，施了施舍乞丐、扶老人过马路等一堆好事，吊坠却毫无反应。直到这时，我才终于明白，它的升级只和我捣毁罪恶、扭转剧情走向有关。就在我下定决心要借着熟知剧情的优势，扫平这港宗世界的所有黑暗时，胸口的莲台突然猛地一颤，竟直接融进了我的身体里，从此与我血肉相连，再也没人能夺走这件逆天神器。处理完手头的事，我特意去清水湾片场接方小玲下班，没想到刚到地方，就撞见动作明星龙威正缠着他，用影视角色资源当诱饵，明摆着没安好心。我径直走过去牵起方小玲的手，转头笑着对龙威说：“你让你的保镖大胆过来一趟，我就考虑加入你的龙家班。”龙威只当我是想入行的愣头青，立刻兴冲冲地让人把保镖李杰喊了过来。等李杰赶到，我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口：“李杰，给我当2年保镖，我告诉你医生团队的下落，帮你报杀妻杀子之仇。”李杰当场脸色巨变，下意识就朝我擒来，可我随手一挡，竟逼得他连退数步，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骇然。第二天一早，李杰就拎着全部的行李箱找上门，进门就喊我老板，彻底成了我最靠谱的心腹。当天下午，我出门买菜准备晚饭，路过公交站时，撞见一个发着高烧的少女一头撞在电线杆上，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我于心不忍，单手抱起她，先带回了家。第二天，少女醒过来，开口自我介绍，叫谭丽玲。我瞬间心头一凛，这分明是法证先锋开篇灭门案的幸存者。按原剧情，她本该在这天回家吃感冒药，最终和父母一起惨死在家中。是我阴差阳错救了她一命。她刚拿起大哥大给家里打去电话，没说2句，脸色就瞬间惨白。你好，我是东九龙重案组的警员，你家发生了命案，请你立刻回来一趟。谭丽玲当场腿软，险些栽倒在地，我连忙扶住她，赶往案发现场，也见到了负责案子的梁小柔和高彦博。我借着谭丽玲需要人照顾的由头，留在了案发现场。等法证团队搜完初步证物，我直接开口点破了案件的核心。高 Sir 杀死谭家夫妇的凶手不是外人，正是谭丽玲的亲哥哥谭伟生。他偷家里的钻石被父母撞破，才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人，还伪造了入室劫杀的假象。他背部的刀伤是自己伪造的，只是中途狡猾，才刺得太深，险些送命。至于那包被偷走的钻石，就在屋里的鱼缸底下。梁小柔和高彦博当场愣住，立刻冲进屋里翻找，果然在鱼缸底找到了那包失窃的钻石。等他们反应过来，冲出门想找我问个究竟，我已经扶着气急攻心昏倒的谭丽玲坐上了出租车。刚关上车门，一个染着黄毛的男人就怒吼着冲了过来，张嘴就是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正是谭丽玲的男朋友文迪。听到他骂出的那些脏话，我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看着他扑过来的身影，心里已经有了全盘的主意。回到家，我就举报文迪昨晚去偷车，把他送进了吃住监狱。谭伟生失去了继承家产的资格，那包价值1000万的钻石，还有谭家2口子的一切产业，都落在谭丽玲的头上。身为谭丽玲的男朋友，文迪本可以直接躺赢的，奈何他非要惹我。当晚，法政部就传来了消息，谭家灭门案彻底告破。高彦博通过青苔和毛巾纤维的化验结果，完全证实了谭伟生的罪行，一切都和我当初的推断分毫不差。梁小柔和高彦博都感慨，若不是我的提醒，他们不知要走多少弯路。只可惜想找我道谢时，早已没了我的踪迹。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案件告破的同一时间，我锁骨处的青莲吊坠再
再次传来温热感。进入空间后，我发现莲台上的金色水珠果然多了一地。空间虽未扩张，却也彻底印证了我的猜想：捣毁罪恶，扭转剧情，就是青莲吊坠升级的唯一途径。2天后，我陪着谭丽玲去西贡警署探望文迪。隔着拘留室的铁门，文迪见到我就破口大骂，谭丽玲却还念着旧情，想给他请最好的律师。我没多说什么，只在临走前回头对着文迪加重语气说了句：“我会好好照顾丽玲的。”直接把他气得当场炸毛。回去的路上，谭丽玲一路都在跟我倾诉心事，说想卖掉家里的珠宝公司，对做生意完全提不起兴趣。我安静听完，只告诉她按自己的心意来就好，顺势认了她当半个妹妹。海王养鱼从来都是广撒网，有备无患。就在这时，我的大哥大突然响了，是高希璇打来的，说白面工厂的线人奖金批下来了，正在去我家的路上。我心里咯噔一下，方小林还在家里，可不能让两女碰面，连忙让她去上次的酒楼等我。酒楼包厢里，高希璇递给我一张500万的现金支票，这是缴获白面市值5%的线人费。看着这笔巨款，我当即做了个决定，直视着高希璇严肃发问：“你爸爸跟警队里的鬼佬关系怎么样？对4年后是什么态度？”高希璇满脸诧异，却还是如实回答：“他父亲和鬼佬合不来，对内地心怀好感。”我顺势提出了合作，我出情报帮他破案立功，他在不违反法律的范围内给我提供一部分便利。我还提了第一个要求，给我的保镖李杰办一张合法持枪证。高希璇被我唬得一愣一愣的，最终还是一口答应下来，说一定会说服他父亲。一顿饭下来，我们的关系又近了一步。他看我的眼神里早已藏不住满心的欣赏。从酒楼回家后，我便放方小玲回了片场，华兴武一案彻底了结，他也不用再躲在家里避风头。而谭丽玲那边竟真的决定卖掉珠宝公司，开一家影视公司当投资人。我顺手找了2个靠谱的职业经理人，帮他处理所有手续。当晚，我就和李杰敲定了下一个目标，藏在明星医院停尸房地下的军火库。这是军火商尊尼汪的老巢，一来是为了青莲吊坠升级，二来也是为了囤一批重火力，应对1周后即将来港的一声团伙。李杰主动请缨装尸体混进去，被我直接拒绝了。思来想去，我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先以剧组拍戏的名义疏散一部分人，再伪造一场火灾，名正言顺的清空整栋医院。李杰本想找龙威出面接剧组的名头，可第2天回来时却满脸低落，龙威直接找借口拒绝了。我对此毫不在意，龙威不帮忙，我就自己写剧本拍。当晚，我凭着被清水柱强化过的记忆力，2个小时就写出了《白色巨塔》前10集的本土化剧本，打算让谭丽玲投资开拍。而就在我写完剧本的深夜，青莲吊坠又一次传来温热感。进入空间后，我发现金色水珠又多了一滴，更重要的是，之前对金色水珠的忌惮感彻底消失了。我心一横，吞了一滴金色水珠，竟意外解锁了新能力。我能通过操控的水生动物共享它的视野和声音，相当于拥有了无数个移动的隐形摄像头。只可惜我的身体暂时只能承受1滴金色水珠的改造，想再进一步还得继续积累。接下来的3天，一切都按我的计划顺利推进。谭丽玲看完剧本，当场拍板投资，直接收购了一家影视公司，火速拉起了剧组。剧组里几个想浑水摸鱼、中饱私囊的工作人员，也被我用几条毒蛇教训了一顿，直接送进了警局。10月25号，谭丽玲用超能力搞定了明星医院的院长白色巨塔，剧组顺利入住医院。我和李杰扮成4方员工混了进去，靠着一条鳝鱼，悄无声息地摸清了停尸房的守卫情况以及地下军火库的具体位置。第2天晚上，计划正式启动。我们提前布置好的道具间准时冒出滚滚浓烟，火警钟瞬间响彻整栋医院。医院的保安果然乱了阵脚，停尸房的守卫也被调出去救火。梁小柔带着重案组的人顺势拿下了保安室，控制住了全场。没错，这次行动我找了梁小柔合作，一来明星医院属于他的辖区，二来上次的灭门案他早已对我深信不疑。我带着梁小柔轻车熟路的找到停尸房里的隐藏小门，穿过长长的地下通道，果然看到了那扇厚重的密码门。梁小柔满脸震惊地问我，为什么你好像无所不知一样？我笑着没解释，只在他准备用高温喷火枪熔穿密码门时，一把夺过了喷火枪。就在我刚熔开密码门的瞬间，里面果然传来了连续的枪声。我提前预判的动作刚好救了梁小柔一命。趁着里面的人慌乱之际，我放出一条剧毒海蛇，悄无声息地解决了2个持枪守卫。等我和梁小柔冲进军火库，看着堆积如山的轻重武器，连见惯了大场面的他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我找了个借口支开梁小柔，趁他上去通知增援的间隙，毫不客气地将1/3的军火连同2只反坦克火箭筒全都收进了青莲空间。临走前，我还特意提醒梁小柔，一定要在医院门口埋伏，尊尼汪一定会亲自过来查看情况。事情的发展和我预料的分毫不差。尊尼汪刚带着人赶到医院门口，就被重案组团团围住。双方火拼之际，李杰一枪精准爆头，直接击毙了尊尼汪。剩下的小弟群龙无首，很快就全部缴械投降。金色
此一役，就连警队刑事部的助理处长，也就是高希璇的父亲，都对我刮目相看，特意让高希璇约我吃饭，可我却直接婉拒了。现在我和他的地位本就不对等，贸然见面只会被他当成下属看待。王见王的时机还没到，当天下午我就敲定了深水湾的一栋别墅，1800万全款拿下。一来是李杰的战友下午就到，西贡的房子终究太小；二来我早就盯上了这里，毕竟再过不久，张子豪绑架韦嘉诚长子的案子就要在这里发生。更巧的是，别墅隔壁住的正是至尊36计里的刘耀祖，他手里那3亿元的不记名债券，简直是送到我嘴边的肥肉。傍晚时分，李杰带着他的战友们到了别墅，一共4男1女，我一眼就认出了其中3人：神港骑兵里的李长江，老虎出更里的毒蛇兵马当炳，还有他那个身材傲人的妹妹马当娜。我给4个男人开了月薪1万的工资，让马当娜留在别墅当保姆，月薪3000，包吃包住。马当娜满脸不情愿，却还是在哥哥的催促下点头应下。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场关于人性的考验已经悄然布下。安顿好众人，我先给梁小柔打了电话，让他帮忙查李向东3个悍匪的下落，随后就带着李长江和马当炳去了赤柱监狱，探望被刘耀祖关进去的岳父鲁滨孙。隔着探监室的桌子，我开门见山：我知道你的3亿元不记名债券藏在哪里。鲁滨孙瞬间变了脸色，只当我是刘耀祖派来的人，我也懒得跟他多解释，只丢下一句3亿元债券我要了，刘耀祖我也会随手拍死，转身就走。我故意当着狱警的面说出这件事，就是为了让刘耀祖主动送上门来。果不其然，我们刚吃完晚饭，刘耀祖就带着他的情人孟娜联袂找上了门。客厅里，刘耀祖沉不住气，率先问起债券的事。我嗤笑一声，直言他的感激在3个亿面前一文不值，随即话锋一转，把视线落在孟娜身上，用几句只有卧室里才知道的私密细节瞬间离间了刘耀祖和孟娜。刘耀祖果然当场暴怒，我又顺势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假债券道具，彻底点燃了他的猜忌。最终在我的精心设计下，刘耀祖拔枪射向孟娜，而守在门口的李杰一枪精准击中他的胸口，当场了结了这个杀气正道的斯文败类。孟娜看着地上的尸体，终于反应过来，这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阴谋。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别无选择，只能答应我的要求，替我变卖刘耀祖所有的产业。最后我让马当炳陪着孟娜去刘家别墅，拿真正藏在蜥蜴缸里的3亿元债券。我早就料到，面对3个亿的巨款，马当炳一定会动歪心思。事情果然如我所料，马当炳拿到债券后，当场就抛下孟娜，带着债券往山下狂奔，打算携款私逃。可他不知道，我早已在沿途布下了后手。一条毒蛇突然窜出，狠狠咬在他的小腿上。马当炳剧痛之下摔下陡坡，脑袋狠狠撞在大树上，当场就没了气息。我带着人赶到时，他手里还死死攥着那份3亿元的债券。看在马当娜的份上，我还是让人叫了救护车，可最终还是没能救回他的命。医院里，马当娜得知哥哥的死讯，当场崩溃，疯了一样扑过来指责我，说都是我的错。直到李长江厉声说出真相，告诉他马当炳是想携款私逃才意外身亡，他才如遭雷击，愣在原地。我没跟他计较，只安排人给马当炳风光大葬，所有费用都由我来出。这个举动也彻底折服了李长江几人，让他们对我生出了视为知己者死的心思。而就在第2天，赤柱监狱里正在吃午饭的鲁滨孙也从狱友口中听到了他女婿刘耀祖被人爆头的头条新闻。赤柱监狱里，鲁滨孙从狱友口中得知刘耀祖的死讯，当场喷了满嘴的饭菜。他瞬间想起我前一天探监时撂下的狠话，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再不敢对那3亿元债券有半分觊觎，只敢对着刘耀祖的手下放声大笑，宣泄着死里逃生的庆幸。而此时的我已经站在了石壁监狱的探访室里，面前是李向东、戚京生、郭雪军3个悍匪。我开门见山，请他们给我当保镖，开出的条件是帮他们搞定港岛的合法身份证与永久居留权。3人本就没在港岛犯过法，一听这话当场动容。齐齐起身喊了我一声老板。收服了这3位猛将，我立刻给高希璇打了电话，请他父亲出马，一次性搞定李向东3人，连同李杰手下的身份证与持枪证。毕竟10月30号君度酒店的皇室珠宝展就要开始，一盛团伙也即将抵达香港，我必须提前扫清所有障碍。高父虽是对我略有不满，却还是在女儿的软磨硬泡下，28号下午就把所有证件办妥，派人送了过来。30号上午，马当娜收拾好行李，跟我辞行要回老家照顾母亲。我直接拍板，让王培全2人过2天把他母亲接来香港，强行把他留了下来。话刚说完，李杰就神色凝重地闯了进来。老板，出事了，龙威被炸死了。我故作惊讶，当即带着李杰、李向东、李长江赶往片场。此时的现场早已被警方围得水泄不通，外围挤满了记者和影迷。我让李杰进去打探消息，自己则在人群里一眼看到了正在跟警察较劲的乐慧珍。我上前跟他打了声招呼，他翻了个白眼，没好气地说自己也正想办法混进去。我笑了笑，没再多言。片刻后，李杰折返回来，告诉我放地雷的是个戴墨镜的长发男子，身材精瘦。我当即点破，如果我没猜错，这人叫桑邦，是医生的左右手。
他的女人早就混进了君度酒店。李杰瞳孔骤缩，压在心头2年的仇恨瞬间翻涌上来。而我也注意到了鬼鬼祟祟跟过来的乐慧珍，笑着朝他挥了挥手，带着人驱车离开，为今晚的行动做最后的准备。晚上8点，君度酒店地下停车场，我带着李杰7人直接控制了保安室，梁小柔也跟着我一同前来，亮出东九龙重案组的证件，稳住了保安。果然如我所料，保安里有医生的内应，李杰果断开枪打伤了他的手肘，搜出了通讯装备。我让李向东绑了所有保安，又叮嘱梁小柔去监控室提防医生的女人菲菲偷袭，随即让人打开后备箱，里面全是手雷、微冲和自动步枪。几分钟后，李向东传来消息，医生的弟弟兔子带着人到了。等吉普车在到闸前停下，兔子刚下车，戚金生就率先扔出了手榴弹，直接把他炸飞了出去。我们接连扔了2、3轮手榴弹，又对着被炸烂的吉普车火力覆盖，轻轻松松全歼了这伙人，没留下一个活口。我给梁小柔打去电话，装作惋惜的样子说没留下活口，却听到他受了点轻伤。我二话不说，冲到监控室，看着他手臂上的刀伤，轻轻握住他的手腕，满眼怜惜地说：早知道我就跟你一起来了。梁小柔脸颊瞬间红透，慌忙挣开了手。恰逢李向东进来汇报中区警察快到了，我当即下令带上匪徒的枪，跟我上顶楼，主谋医生还在上面。顶楼珠宝展厅里，各界名流正悠然地观赏着珠宝，医生也混在人群里，满眼贪婪地盯着那些皇室珠宝。我一脚踹开大门，带着7个拎着微冲的手下走了进去，现场瞬间一片哗然。我笑着安抚众人，不用紧张，说我们是良好市民，只是来帮我兄弟找个仇家。李杰上前一步，厉声大喝：医生，你给我出来！医生脸色骤变，却还强装镇定。我把玩着手里的手枪，让现场所有男兵挨个重复医生的那句口头禅：人一定要靠自己。还轻飘飘地补了一句：医生，你楼下的数10个手下已经全被我的人击毙了，没人会来救你了。全场瞬间死寂。我故意手滑，把没装子弹的手枪扔在了地上。医生果然中计，猛地扑过来捡枪，指着我的眉心怒吼：人一定要靠自己，让你的人放下枪！我笑着侧身，让他完全暴露在李杰的枪口下。他扣动扳机，只听到咔咔的空响，下一秒，李杰的子弹就精准地击中了他的胸口。看着医生倒地的尸体，李杰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压在心头2年的血海深仇终于得报。梁小柔此时带着条子冲了进来，我让手下把枪都扔在地上，功成身退。一个年轻鬼佬跳出来叫嚣，让条子抓我们。我反手一巴掌扇了过去，骂他瞎了眼，没看到我是正当防卫。叶荣恒当场站出来为我作证，那些名流也纷纷附和，没人敢跟我这个徒手覆灭国际悍匪的狠人作对。走出酒店，乐慧珍提着裙摆疯了一样追上来，要给我做个专访。我笑着敷衍了一句：下次一定。又带着人上了车，转身去了刘家别墅。别墅里，孟娜一身黑衣早已等候多时。她坦言，刘耀祖死的那晚，她本想卷款跑路，可马当炳的下场让她彻底断了这个念头，还跟我汇报了资产处理情况。刘耀祖的干净资产一共套现了1亿7千万，黑色产业还在跟买家谈判。我淡淡的点了点头，敲打他，只要乖乖听话，少不了他的好处。话刚说完，李向东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语气古怪的说：老板，君度酒店又被悍匪袭击了，100多位名流全被挟持了。我当场愣住，随即反应过来，是辅光团伙来了。同一天同一地点，接连2波悍匪打劫，这港综世界的民风果然淳朴得很。我立刻赶回家，电视上正播着现场直播，看着喊话的龚伟，我瞬间认出了他是内地警方的卧底，也知道了这伙人的首领是辅光。手下们纷纷请战，我却摆了摆手；手下们纷纷请战，我却摆了摆手，让他们再等等，时机还没到。反锁房门，我进入了青莲空间。如今莲台里的清水珠已经攒了24滴，金水珠也有4滴。明信医院军火库一案，让鱼塘直接扩大了3倍有余。我突发奇想，抓了条海蛇，喂了它1滴清水珠，噼里啪啦一阵脆响，原本1.5米的海蛇，竟直接暴涨到10余米长，成了数百斤的庞然大物。再喂清水珠，它已经没了反应。喂金色水珠，它更是痛苦的翻滚半天，直接把水珠吐了出来。看来这金水珠只有我这被改造过的身体才能承受。就在这时，李向东敲门来报，飞虎队发动了进攻，在1楼大堂救出了一批人质。我当即带着人赶往君度酒店现场，找到了熟人陈家驹，问清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瞬间就想通了。辅光根本没想应聘，早就混在人质里跑路了。我立刻放出一只信天翁，靠着金水珠赋予的共享视野，很快就锁定了辅光劫持的救护车。他正往铜锣湾码头的方向逃窜，刚挂了跟信天翁的联系，一位穿着警队白衫的中年男人就笑着走了过来，主动伸出手。自我介绍一下，高荣胜，警队助理处长，西璇的爸爸。
我伸手跟他握了握，他满脸赞赏的跟我客套，说早就该跟我见面。随即话锋一转，问我对这伙绑匪有没有什么情报。我笑而不语。等他主动开出筹码，他也十分上道，直接说只要情报有用，我的要求尽管提。我当即开口，我的6个保镖还没有持枪证，另外我需要100张身份证，给我内地来的员工。高荣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也投桃报李，给出了2个关键情报：第一，之前喊话的龚伟是内地警方的卧底，你们注意别伤了他；第二，北少辅光已经混在人质里，抢了辆救护车往码头跑了。高荣胜脸色巨变，立刻让陈家驹去追查救护车，又匆匆赶去指挥飞虎队的第2轮救援，而我早已带着人提前赶往了铜锣湾码头。深夜的码头，辅光正逼着人质上快艇，只要到了公海，他就能带着偷来的钻石项链逍遥一辈子。就在他即将启动快艇时，海面轰然炸开，我为了清水珠的巨蛇猛地跃出水面，张开血盆大口朝着辅光咬去。辅光疯狂开枪，子弹打在蛇身上只溅起点点火星，毫无作用，瞬间就被巨蛇死死咬住了腰背。我上前一枪毙了他，从他身上搜出了那条价值数亿的钻石项链，又让巨蛇一尾巴扫飞了那个屡次找茬的年轻鬼佬，只救下了被挟持的 Joyce。1天后，青莲吊坠接连传来2股暖流，我遁入空间一看，金色水珠竟又多了2地。君度酒店的2起案子被吊坠判定成了2起独立案件，给了我双份奖励。我确认身体没有了心悸感，当即吞了1滴金色水珠，成功解锁了第2个共享视野。之前养的信天翁、鸽子全都成了我无处不在的空中侦察兵。下午，我带着保镖回西贡视察渔场，叶贤已经无偿帮我清理好了渔场，还招了8个干了多年的熟手员工。看着焕然一新的渔场，我当即定下了新的计划，把实业做大，彻底在港岛站稳脚跟。就在这时，李长江上前汇报，谭丽玲的剧组在屯门取景时被红星的生番带人收了保护费，李祥东他们看不过去，已经拿枪吓跑了那群人。我刚听完，旁边的老员工陈球就感慨说，现在的社团越来越无法无天。他老友文雄的女儿昨天才去警局认尸，就是被古惑仔当街斩死的，事发地就在东南中学附近。我心里咯噔一下，瞬间记起了学校风云的剧情，朱婉芳有危险。我心里咯噔一下，瞬间记起了学校风云的剧情，朱婉芳有危险，当即让司机掉头直奔东南中学。等我们赶到时，正看到潇洒一伙人硬推着满脸金黄的朱婉芳往面包车上塞。我一声令下，李杰和李长江双双掠出，一脚就踹飞了潇洒，3两下就打翻了他所有小弟。我走到吓呆了的朱婉芳身边，语气温和地安抚他，又递过去1张名片，告诉他以后再遇到麻烦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在这时，乐慧珍带着摄影师赶了过来，我笑着把潇洒这伙人渣当成素材送给了他，让他做一期社团危害校园的专题报道。我们把潇洒3人带到了9龙码头的废弃厂房，李杰他们好好招待了3人一顿，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等乐慧珍采访时，3人有问必答，把自己干过的龌龊事全抖了出来。采访顺利的超乎想象。采访结束，我支走了乐慧珍，对着吓破了胆的潇洒说，他可以滚了，却留下了他的小弟沙皮和刀疤。我轻飘飘地画了个饼，说谁能除掉潇洒，我就扶持谁当9龙的老大。2人眼里瞬间燃起了贪婪的光，2人眼里瞬间燃起了贪婪的光。我又让王佩全暗中盯着他们，等他们内讧反水，就直接报警收尾。刚出厂房，我的大哥大就响了，电话那头是红星坐馆蒋天生中气十足的声音。他为了生番的事跟我赔了个不是，约我晚上8点去大富豪夜总会见面，当面给我一个解释。我淡淡一下挂断了电话。回到别墅，我意外见到了等在门外的龚伟，他专程过来道谢，说如果不是我提前点破他卧底的身份，他很可能会死在乱枪之下。我得知他媳妇重病住院，正急着回内地照顾，当即开口，港岛的医疗条件更好，我帮你把你媳妇接过来治疗，所有费用我来出，等她康复了，你要是愿意就来帮我做事，跟李杰他们一样。龚伟愣在原地，满脸动容，沉默许久后说他会认真考虑。晚上8点，我带着李杰、李长江赴约大富豪夜总会，包厢里蒋天生坐在主位，身边是红星战神太子和军师陈耀。见我进来，蒋天生起身笑着伸手，我却淡淡一句手扭了，直接让他僵在原地，自顾自地坐下，一副反客为主的姿态。陈耀率先开口说，愿意赔100万给剧组的人喝茶，保证以后红星的地盘里再也没人敢骚扰我的剧组。我嗤笑一声，区100万就想打发我，直接提出了我的条件。孟娜手里有笔产业，市场价6000万，你们红星出双倍，1亿2千万买下来，剧组的事就这么算了。太子当场拍桌暴怒，蒋天生也脸色阴沉，只肯出8000万，还放话红星奉陪到底。我顺势抛出了赌约，这样我看太子挺不服气的，不如他跟我的保镖打一场，他赢了，剧组的事我既往不咎，输了1亿2千万，你双手奉上。太子眼睛瞬间亮了，满脸战意。我又补了一句，彻底点燃了全场。我也不欺负你们，就派一个瘸子跟太子打，你们要是不敢应战，红星趁早解散算了。蒋天生犹豫片刻，当场答应下来，定下1周后比试。走出夜总会，李长江小声问我们几个里哪来的瘸子？我笑着打趣，把你腿打折了，不就有了？
就在这时，我看到小道口站着一个穿白外套的清丽女孩，正满脸忐忑地往大富豪走，正是火舞风云里的阿米。我心里了然，她这是走投无路，要进这火坑里了。我上前搭话，她也不隐瞒，说母亲急需10几万做心脏手术，继父还在坐牢，男朋友也跟她分了手，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笑了笑，从青莲空间里一捆接一捆地往外拿钞票，20万现金硬生生塞满了她的怀里。阿米整个人都呆住了，喃喃地说：“够了，够了。”眼里满是不敢置信。我笑着打消了她的所有顾虑，问她：“难道你觉得我会比大富豪夜总会更可怕？”他轻轻点了点头，跟着我去了附近的夜宵摊。我坐在摊前，耐心地听他讲完了自己所有的经历，看着他泛红的眼眶，心里已经有了新的打算。你母亲的心脏病手术，我会找港岛最好的专科医生主刀，费用全不用你担心。你继父的官司，我也会找顶尖大律师，保他不用坐2年牢。阿敏瞬间愣住，眼里满是不敢置信。我笑着补了一句：“我对你确实有好感，但绝不会勉强你，更不会让我们之间只剩一场交易。你欠我的，总比跳进大富豪那个火坑要好。”阿敏唇角终于扬起笑意，嗔怪地白了我一眼，彻底放下了所有戒备。第二天一早，我全程陪着她给敏妈转院，安排好了一切手术事宜。临走前，在她脸颊偷了个吻，看着她羞红的脸蛋，笑着转身离开。回到别墅，王佩全就来汇报，潇洒半夜被小弟沙皮一刀捅死，他已经按我的吩咐报了警，沙皮和刀疤全被警方抓了回去。我当即下令，让岳慧珍把潇洒团伙的采访录像送一份给警局，顺带着把逼良为娼的姑爷仔乔治也一并送了进去。处理完这些琐事，我对着一众保镖宣布，明天我们回内地一趟，一来陪阿杰去拜祭嫂子和孩子，二来去探望滚伟夫妇，三来去找几个真正的高手。李杰虎目瞬间红了，满是感激。李长江几人也满脸兴奋，唯有马当娜因为哥哥的死，神色难掩难过。我轻声安慰了他几句，便动身去接阿米，跟他报备了行程。11月6号，我们已经在内地待了4天。我带着陈英义走进了翠葵里的一处院落，见到了风云修和他的妻子沈雪。我开门见山，请他们去香港给我当保镖，月薪1万块，却被夫妻俩婉言拒绝了。对于风云修这种武痴，钱财从来没用，唯有强者才能让他低头。我思考了一下，看着他道：“我们打一场，你输了就和你妻子为我做事，直到有一天你能赢我为止。”风云修眼里瞬间爆发出金光，沉声应下。比武开始，他刚摆出架势，我的身影就化作一道残影，单手精准掐住了他的脖子。你输了。我稍稍用力，他瞬间缺氧，卷色青紫。沈雪见状挥鞭腿攻来，被我随手一掌拍退，整条腿都麻了。我认输。风雨修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愿赌服输。答应当晚就跟我回香港。我也暗自打定主意，一定要安排沈雪定期体检，绝不能让她重蹈原剧情的覆辙，免得风雨修再走上歪路。当晚回到深水湾别墅，我就感受到了青莲吊坠熟悉的暖流。遁入空间一看，清水珠攒到了29滴，金水珠也到了8滴，凭空多出来的1滴，让我瞬间想通了关键。青莲吊坠的奖励不仅是已发生的罪恶，就连我提前阻止的未来凶案也会被判定为扑灭罪恶，给予奖励。这个发现让我瞬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第二天一早，李向东就来跟我汇报，我回内地这几天，陈浩南、山鸡4人当街捅死了8臂，现在正躲起来避风头。戚金生还偷偷拍下了清晰的作案照片。我看着照片里几人狰狞的脸，眼睛瞬间亮了。这可是古惑仔系列的开端，正好拿来拿捏红星。我当即给蒋天生打了电话，定下当晚就在鲨鱼恩的拳馆举行我和他约定的拳赛，晚上7点尖沙咀拳馆。我带着孟娜和一瘸一拐的风余修走进拳馆，蒋天生早已带着红星一众堂主等候多时，太子、陈耀、大老毕、亮坤、韩冰、恐龙尽数到场，生番也一脸怨毒地站在恐龙身后。没有多余的废话，裁判敲钟，拳赛正式开始。太子满脸不屑，率先冲了上来，可风余修的身手远超他的想象，不过1分钟，风余修就一拳砸开了防御，膝盖狠狠撞断了他的肋骨。蒋天生当即喊停认输，可我还是轻飘飘地下令，让他躺半年。风余修毫不留情，一套拳法打得太子气息奄奄，红星众人瞬间暴怒，却又不敢上前。我看着脸色铁青的蒋天生，淡淡提醒屯门的恐龙，记得尽快把1亿2千万转到孟娜账户，要干净钱，我们可是要拿来做善事的。恐龙当场破口大骂，蒋天生却咬着牙应下了这笔账。就在这时，我让李杰拿出陈浩南几人杀人的照片，随手撒在地上，红星众人脸色大变，大老毕当场就怒了，我却嗤笑一声，在夜总会我不跟你握手，是因为你们这些社团的人，就算穿西装打领带也一身屎。我先脏了我的手，一句话骂得整个红星众人脸色阴沉似水，一句话骂得整个红星众人脸色阴沉似水，却没人敢反驳。红星战神都被我的人打废了，他们根本没资格叫板。最终蒋天生只能捏着鼻子答应，让陈浩南几人去警局自首。临走前，我还特意对着生番补了一句：多谢你帮我多挣了6000万，我替内地的父老乡亲谢谢你了。一句话直接把生番推到了红星所有人的对立面，等待他的只会是替罪羊的下场。拳馆门口，孟娜幽怨地问我，到底算不算我的女人？我坦然道：他们的心都在我身上，你的心
我还没完全掌控。孟娜瞬间懂了我的意思，投来一个风情万种的白眼。车子开到半路，我忽然让他停车，往身上泼了大半罐啤酒，独自穿过马路，走向了扶着电线杆呕吐的梁小柔。我递上一包纸巾，笑着道：“好巧，你也喝多了。”梁小柔愣了愣，接过纸巾道了声谢，告诉我她升了西九龙重案组高级督察。多亏了我之前帮她破的那几件大案，可我一眼就看出来，她喝得酩酊大醉，根本不是因为庆功，而是收到了国外男友的分手信。她嘴硬地跟我讲朋友的失恋故事，我也不点破，只顺着她的话开解，劝她把重心放在事业上，还承诺给她提供下一个犯罪团伙的线索。酒意上头的她身子晃了晃，我伸手揽住了她的腰，却在她板起脸时适时松开，认真地跟她说：“我更喜欢看你英姿飒爽的样子，而不是现在这副强说愁的模样。分手了就把戒指扔了。以你的条件，想送你戒指的人能从西贡排到尖沙咀。”她怔怔地站在原地，许久之后，终于展颜一笑，摘下戒指扔进了垃圾桶，轻声让我送她回家。那一夜过后，我们之间的距离看似远了，实则近了无数步。第二天清晨，我开车去了贫民区，接了阿敏，直奔油麻地警署。阿敏满脸诧异，我笑着告诉她：“今天我们来接你爸爸回家。”她又惊又喜，不敢相信律师都说很难脱罪的案子，我居然真的搞定了。其实我只是去拘留室见了他继父陈奎安一面，点破了他所谓的兄弟义气，告诉他幕后老板不仅没给安家费，还把他老婆推得心脏病发，差点让阿敏被逼去大富豪坐台。陈奎安当场气得爆炸，当即答应改口工作证，再加上我找的律师运作，顺利办了保释。看着父女俩团聚的画面，阿敏眼里满是依赖和爱慕。我笑着跟他约定，等忙完手头的事就来找他，心里却早已打定主意，要晾他1个星期，等他患得患失之际，再一举拿下他的心房。刚送走阿敏父女，孟娜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说1亿2千万已经到账，可红星让申帆顶了谋杀8毙的死罪，陈浩南和山鸡只以从犯自首，没受什么重罚。我当场冷笑一声，直接给蒋天生打去电话，语气冰冷的撂下话：“我只有一个要求，陈浩南、山鸡必须定为主谋，大田二、潮皮、包皮、生帆全都给我送进赤柱，你自己选，要么照做，要么我和红星不死不休。”电话那头的蒋天生怒不可遏，却最终还是捏着鼻子妥协了。他很清楚，为了几个烂仔跟我死磕，得不偿失。处理完红星的事，我去了屯门的剧组探班，没打扰正在拍戏的方小玲，却在他的介绍下认识了他的好友张珊珊。看着这个眉眼如画却满眼拘谨的姑娘，我瞬间记起了她的身世：父亲早逝，母亲有肾病，弟弟还有智力障碍，正处在人生最艰难的阶段。饭桌上，我不动声色地摸清了他的所有情况，心里已然有了主意。只要我帮他母亲换肾，照顾好他的弟弟，再一手把他捧红，这条鱼迟早会游进我的鱼塘。饭后，我把李向东、戚金生、郭学军喊进了包厢，开门见山地说起了阿虎3兄弟的事。他们不仅是戚金生的战友，更是在港岛犯下了多起抢劫案的悍匪，正计划着打劫恒生银行的押款车。戚金生面露踌躇，一边是战友情，一边是我的知遇之恩，更何况他还和阿虎的妹妹情投意合。我笑着给他出了个主意：你去跟阿虎说你被我解雇了，要跟他混，理由是老板嫌你长得太帅不放心，等我们把他们送进监狱，至少能保住他们的命，你也能名正言顺地照顾他妹妹，这不比看着他们被警方当场击毙强。戚金生瞬间被我说动，当场答应去卧底。可我根本没打算等他们行动。当天晚上，我就操控着数只毒蜈蚣潜入了他们的藏身公寓，给阿虎7人挨个来了一口。等我带着高希璇假装路过时，救护车已经到了楼下。阿虎7人浑身麻痹倒地，屋里的枪械也被搜了出来，人赃并获。高希璇满脸崇拜地看着我，我却只笑着跟他挥了挥手，转身离开。回去的路上，我在街角偶遇了被老大辱骂的李富，看着他和李杰有几分相似的脸，还有那沉稳的走路姿态，我当即让李杰去把他挖过来，两人当场切磋了一场，打得不相上下。我也顺利以月薪1万的待遇收服了这位杀手之王里的顶尖高手。看着他憨厚又感激的样子，我让李长江去卸了他前老大的关节，给他出了口恶气，也彻底收买了这个顶尖打手的心。2天后，王培全从内地带来了80人的保镖团队，连同部分家属一起抵达了香港。我在西贡包下整间酒楼摆了接风宴，当众承诺只要好好替我做事，绝不会亏待他们任何一个人。80号人齐声喊着谢谢老板，气势震天。我把这些人分成8个小组，交给李杰和李向东统一管理，又挑了10个机灵的安插进港岛各大报社，给我收集各路消息。就在这时，锁骨处的青莲吊坠再次传来强烈的暖流。我回到别墅遁入空间，瞬间愣住了，莲台之上竟多出了一种全新的白色水珠，温润如玉，和青金2色水珠截然不同。我拿起水珠想要吞服，心头却涌起一股强烈的惋惜感，就连喂给大黑蛇，这种感觉也挥之不去。我瞬间明白，这白色水珠定然有特殊的妙用，只是我暂时还没摸索出来。而青莲吊坠一次次的变化，也在不断提
提醒着我，只有继续扑灭罪恶，才能解锁他更多的秘密。2天后，11月14号，我带着小付走进了唐斌的公司。这个逼得阿敏家破人亡的幕后老板，此刻还坐在老板椅上，满是倨傲。我没跟他废话，直接甩出一叠文件，里面全是他指使杀人做假账，售卖上头的黑料。唐斌脸色巨变，却还强装镇定，嘲讽我用伪造的文件勒索他。我神色不变，又扔出一份文件，让他以股灾时的底价把8间核心旺铺转让给我，市场价算下来，他至少要亏8000万。唐斌当场暴怒，我却又抛出了第2个条件，除此之外，你跪下给我录一份道歉录像，你害得我女人的妈妈心脏病发，这笔账总得有个说法。唐斌彻底炸了，问我到底是什么来头。我轻描淡写的告诉他，君度酒店的一生团伙就是死在我手上，你要是不信，可以打给红星的蒋天生，问问他我是什么人。唐斌如遭雷击，瞳孔缩成了针尖大小，终于意识到自己惹到了什么样的狠人。他脸色变幻不定，拿起大哥大躲进了里间打电话求证，而我坐在沙发上，端起茶杯慢条斯理的喝着，心里清楚，这场仗我还没开打就已经赢了。